如果我给你一个选择，你会要10块港币还是100块美金？不要笑哦，大多数人会要10块港币。为什么？听一听大家对10倍股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和想法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，可能还包括你，会选择10块钱的港币，而错过了100美元的投资回报。10倍股其实就是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面不断的找到超级盈利，但是很多人不相信我们可以找到这些盈利，结果他们只是选择了一些不涨的股票。那有非常好的股票，为什么不要而需要一些不涨的股票呢？大家听一听今天我解答的这些问题，看一看能不能给你有所启发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满满的价值的。上几次我讲过关于10倍股的视频之后，我收到了很多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当中有很多我都没想过，可能你也没想过。今天我就给大家解答一些这些问题，就算你对10倍股没有问题的话，也记着留着看。大家好，我是七爸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过去30年我的投资的经验和心得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上传哦。30年前，我看了 Peter Lynch 的2本书，启蒙了我对投资的一些理念。其中帮助我最大的3个启发呢，第一个，他说在 Boston 有一个小学，里面的小学生他们一起出去做投资，结果他们的投资的成绩还要比基金的经理跑赢了很多。这一个让我学到，原来我们不要的盲目的去相信基金经理啊，他们当然是专业人才，但是我们也有自身的优势。如果我们用消费者的眼光去观察的话，再加上之后的一些分析的框架，我们也可以是跑赢基金经理。所以我在30年前就开始投资股票，不断的钻研。那另外2个影响我很多的概念，就是用消费者的眼光去寻找机会。下一次我跟着我太太、女儿或者家人去消费的时候，我不再是很无奈的在等他们，而是我在观察，我在做我的股票的调研。这个不光是使到我的生活更加丰富精彩了，也使到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了很多，做生意方面也有提升，打工方面也有提升，眼界高了，老板也欣赏我，后来对我的事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。第3个概念就是10倍股的概念。从当时开始寻找，很不幸 ，unfortunately， 当时没有七爸爸的整套完整的系统，头10年是走了很多的弯路，中间也输了好多钱，有好几个10倍股抓在手里面了，结果赚了一点点就走掉了。后来还是在寻找10倍股，没有放弃。经过30年的沉淀，而且在9年前我就开始教股票班，分享了我的方法之后，不断的在改进、refine、调整，到现在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方法去寻找10倍股，并且在投资里面得到非常好的回报。那为什么小学生可以跑赢基金经理，很多的大人反而在股票市场里面输钱啊，甚至是把他们的血汗钱盲目的相信了一些基金经理，长期的跑输大市，长期的回报都不理想啦。其中一个就是小孩子没有 limiting belief， 没有限制性的信念，不会觉得这个不可能啦，那个做不到啦，而是他们 enjoy have fun， 出去又好玩又做出成绩来。所以我们在自己的投资生涯里面，也要把学习、找股票、研究变得好玩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累积越来越多的经验，相信到最后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投资10倍股的达人。那我听人家说买10倍股是不是一定要买那些高科技的股票？会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呢？这又有2个误区，第一个10倍股不一定是要高科技股，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说过的 Monster 或者可口可乐或者茅台，他们都不是高科技股。反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一家公司高速的成长，打败了竞争者，它的股东的价值上升的很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给到投资者10倍或者以上的回报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盈利有没有在增长，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还被市场忽略，所以它的 PE 很低，之后因为它的业绩不断的很好，
使到很多的投资者喜欢它，给它更高的 PE。这样的话 ，earnings 盈利增长再加上 PE 的增长，两个乘上了之后，10倍的回报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不要局限在一个行业，也不要局限在一个股票市场。我的眼光是在全球的股票市场里面去寻找机会，这样的话，找到10倍股的机会会更大。还有呢，看到一个趋势，这个趋势可能是科技创新和赋能带来的机会，但是也有可能是市场的改变带来的机会。举个例子，当我最初发现富途这只股票的时候，正好是2020年的一个牛市的一个起飞，经历了2020年的3月份的调整，富途那只股票当时是跌到了8块到10块，或者是10块楼下，最低我想记得是8块，结果到了2021年的2、3月的时候，牛3的时候，它的股票是超越了200块，中间短短的1年之内超过了20倍的升幅。那为什么我强调10倍股呢？因为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散户的问题就是赚的时候赚一点点钱走了，获利离场了，只赢了，只赚了走了，赚的时候可能是赚了一颗糖，但是一输钱的时候，他们是做了鸵鸟，不再去看它了，结果这只股票可能是跌了很多很多，到最后他们在很低位的时候才去止损，结果赚颗糖输一间厂，赚了一点点小的利润，一输就输很大，整体放在一起就是输钱了。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散户输钱的命运，就把散户做的事情换过来。那散户赚一点点钱就走了，我们一定要赚很多的钱。散户输的时候输很多，那我们事先要做好一个公司的研究，深入的研究，让我们买的股票最多只是随着股票市场的波动，但是不会买错一个股票输了很多的钱。所以我们要做到是输一点点，赚要赚很多。那输一点点，赚要赚很多，10倍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。因为我们买10倍股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告诉自己，这家公司有能力有机会让我赚10倍。既然我买它是买10倍股，我就不会赚了10%、20%、30%就想走了，因为我知道它有能力让我赚10倍。买10倍股不是一定要它未来涨10倍，它可能涨5倍，它可能涨8倍，它可能涨1000倍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改变许多的投资者赚一点点，一亏就亏很大的这个厄运。所以788的10倍股是帮助大家改变散户在投资股票里面输钱的厄运。10倍股真的有可能吗？是不是需要靠运气才能买到？大多数的人在投资股票里面还是输钱的，很难想象到要赚到10倍这么大的一个回报。那当然10倍股是需要去学习的，如果你有方法去筛选掉一些不好的股票，剩下好的股票里面给你优越的回报，几倍的甚至是10倍的回报，这个机会就会大一点。但是有一个方法是绝对能保证你不可能投资到10倍股的，就是你不相信10倍股是可能的。因为如果你不相信10倍股是可能的话，就算你幸运的买到了一只10倍股，在它涨了10%、20%、30%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一定会获利离场。结果这只股票再涨1倍、2倍、3倍、4倍，因为你不相信它的潜力，不相信它的未来，你是根本不可能再追回来的。曾经在你手里面有一只10倍股，但是你因为不相信它是可能的，卖走了之后再也追不回来，陈世健的痛苦莫过于此。所以我们相信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未来，千万不要觉得10倍股是不可能的。那我是不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20年、30年才能把握到一个10倍股呢？正好相反，解释一下什么是10倍股。很多人误解10倍股就是我今天10块钱买，然后呢在某一天要变成100块去卖走，这个就是10倍股。其实10倍股就像千里马，就像超级跑车。千里马我们买了那匹马来，也不是说一定要骑1000里。千里马的意思就是说这匹马是非常的优秀的，可以跑1000里，或者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形容。一个超级的跑车1个小时开500公里，不会
说你就是每小时去开500公里，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被警察抓了。所以10倍股就是说这个股票有一些特征，有它的非常快的成长，虽然中间会有波动，但是它的增长点是很快的。这样的话，它有潜力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涨10倍或以上，可能是涨9倍，可能是涨10倍、20倍、1000倍。我们概括的来说，这就是一个10倍股。我个人首先接触到这个10倍股的概念，是从我的启蒙老师 Peter Lynch 所启发的，他就用了 Ten Bagger。在他之前有没有人在讲10倍股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是从他那里做启发的，所以在我的投资生涯里面不断的去寻找10倍股，也抓到了不少涨了超过10倍的股票啊。我们相信什么之后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会显化出来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叫 Law of Manifestation 显化法则。在香港楼很贵，很多人觉得20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楼，因为外面很多的传媒都是这样说的。但是我在03年在香港开始买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楼是我的提款机，我是业主，所以我是楼的主人，我不是楼奴。相信了，哎呀，楼我买不起了，我一辈子做楼奴。他们真的是一辈子买不起楼，赚了钱都是给人家交租金。但是我相信我是业主，他是应该供养我的，所以我从03年开始做到年年买层楼，在香港这么贵的地方都能够买到了好多的楼，而且是达到了财务自由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没有觉得香港楼很贵，我觉得香港的楼贵一点更好，因为我只要买一个楼就能赚很多钱，不像美国或者其他地方楼很便宜，我要买很多楼还只有一点点钱。我们的思想是影响了我们未来的现实。如果你觉得10倍股是可能的，你完全想象到自己能找到10倍股，而且让你有财富丰盛、财务自由的，那你未来就有可能找到10倍股，而且是享受到它给你的财富滚雪球。如果你觉得不可能的，那未来一定是不可能的。既然未来由你去设计、去创造，为什么不想一个好的未来给自己呢？农历新年的时候，我们说恭喜发财，哪里有人说恭喜没有可能发财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恭喜发财，恭喜你找到10倍股，都是要让我们有这个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，把好的东西吸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。所以每一次你说这个不可能，那个不可能，其实都是把财神爷挡在你的家门外面。财神爷其实在外面有很多，你的贵人啦，你的老师啦，一个好的想法啦，一个好的机会啦，都有可能让你生命当中更加的财富滚滚。而你每一次说不可能啦，怎么样啦，你都是把财神爷挡在外面，那千万就不要这样做了。那好了，10倍股是不是要很长时间呢？那不是10倍股的话，它如果要涨10倍，或者它要涨1倍，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的慢，因为10倍股是涨得快一点，如果涨得快一点的话，那它所需要的时间是不是就短一点？所以我们要找10倍股的话，无论这只股票到底是多少年涨10倍，让我们的资本增值，财富滚雪球，不要太钻牛角尖。这个10倍股，这一个10倍的这个词，10倍股是一个增长的很快的，有潜力去涨10倍的股票。那我的启蒙老师 Peter Lynch 给一个10倍股的定义，就是在5年之内能够涨10倍或以上的股票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到底是5年啊、4年、3年啊，或者是10年也不重要。其实背后更加重要的是配合上一个牛熊周期的一个牛市周期。所以如果用我的框架选股5部曲来说，配合上牛熊周期，然后找到10倍股的话，我们的投资回报一定会是更加的高，让我们财富滚雪球滚得更快更大。为什么要买10倍股？10倍股风险大吗？那大家想象一下，那其实呢，影响股价走动的有很多的因素，比如说利息的升跌啦，经济的发展啦，或者货币政策啦，一个国家的外汇涨还是跌啦，这些因素其实都是我们控制不了的。而以下这个因素我们是能够去判断更有把握的，就是那家公司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，它成长的速度，它的产品好不好，它的竞争能力多不多，它的管理优不优秀。如果一家公司是优秀的话，拥有了这些好的特征的话，那它未来在竞争市场里面胜出来的机会
很大，它的营收和盈利都会有增长，自然它的股价也有增长。所以其实投资10倍股是更有把握的，在股票市场里面赚更多的钱。应该来说它的风险是更少，因为10倍股相对其他的股票受利息、经济、外汇、政治这些影响相对来说会更少一点。比如说有一个奥运冠军的游泳的人和我一个普通的游泳的人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大海里面，这个是逆流，那个奥运游泳的冠军因为他游得很快，逆流对他的影响相对会少一点。但是我来说呢，哇，逆流了，我本来也游得不快了，可能对我来说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影响都会有，但是它本身的力量大一点，所以那个水流对它的相对影响就少了。水流对我的影响也会一样的有，但是我游得慢，最终那个水流对我的影响就大一点了。而我们更有把握、更有系统的能够看到这些10倍股背后的特征、优势，使到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买入他们的股票， get a great ride， 搭一程车，享受这个企业的增长。当然最理想的，美联储降息啦，量化宽松啦，经济又很好啦，但是就算这些事情不发生，会不会有10倍股出现呢？当然绝对会有。我们控制不了美联储的决定，我们控制不了全世界经济怎么去走动，但是我们能控制在哪一个股票市场里面去寻找机会。我相信在全球这么多的股票市场里面，我们可以投资的这些股票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的。命运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而不是掌握在鲍威尔的手里。不要等鲍威尔降息才投资咯，因为你的命运是你的手里，我的命运当然是在我的手里。那如果我用交易的方法在高位卖出，在低位买入，我的回报会不会比长期持有10倍股的方法投资回报更多呢？这是很大的一个如果。如果你每次都能在低位买入、高位买出，频密的低位买入、高位卖出，从来不失手的话，频密的做下去的话，那还不如改一个问题。如果我每次买彩票都能中头奖的话，那会不会是买彩票赚的钱比买10倍股更多呢？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。在生命当中没有如果，只有计算的概率。现实是什么？现实是在我们每一次买卖的时候，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，也叫散户，我们在资讯方面已经是被动的，已经处在劣势里面。我们收到的消息已经可能是被扭曲了，也可能是后知后觉，再加上我们的认知的偏差、思考的陷阱，所以每一次买卖都有机会犯错。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练习，想一想有没有发生过一个股票你看了很久没买，结果它涨了很多，你很后悔；或者你看了很多了，这次你终于鼓起勇气买了，结果你持有了很久，它一直不涨，你一卖它就涨了，你又后悔了。如果这个事情还经常发生的话，那恭喜你，你起码做了一个练习，知道我们在买卖的时候，在决策的过程当中有认知的偏差和思考的陷阱。知道这一点之后，其实我们要减少买卖的频率，而帮助到我们的就是找10倍股，让这只股票在未来有很大的一个上涨的动力，使到我们不需要很频密的买卖，也能够得到超级的盈利。这就是10倍股的好处。越频密的买卖，其实我们犯错的机会越多。那每一次犯错，我们的投资都有一点点损失，累积下来，这不是个加号哦，这是一个复式的累积哦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每一次买卖都损失2%，那我们买100次之后，我们损失了多少啊？是0.98的100次方。你要乘一下的话，这个小数点后的数字就很少了。再加上每一次买卖都有交易的费用和有关的税务费用，包括 stamp duty，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买卖都已经是乘上了0.9几。越频密的买卖，其实到最后都是越来越输钱的。靠着频密的买卖能赚多点钱，这是一个假象。除非你每一次买卖都是很准确，都是比人家厉害，那你可以做频密一点。但是我很少看到短炒的频密买卖的
有做了这么优秀的人。如果你真的是这么优秀的话，事先是要做大量的学习练习，而且你的脑袋要转得很快。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其实是拿了一份很辛苦的工作，在时刻的盯盘，频密的交易，心慌意乱，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啊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你看长线的投资的话，像巴菲特啦、Charles Munger 啦，到80多、90多岁还可以享受投资的这一份乐趣。如果我们找到了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10倍股，那我们还蛮有成就感的。相反来说，如果我们只是频密的做交易买卖的话，就算赚到钱，20年之后想回的话，你买了哪只股票，看几个技术指标啦，买卖进出啦，到最后你是不记得，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的，只是知道好像自己赚了点钱，但是又忘记怎么赚钱了。既然都是一个投资的方法，投资10倍股，长线投资，第一，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投资回报要比频率的买卖要更高，不是我瞎说的，外面有客观的统计的。第二，还会在整个过程当中更有满足感，更享受这个过程。以后10年、20年之后想回，还有很多的好的故事讲了。曾经我找到过六福啦、比亚迪啦、港交所啦、Apple 啦，还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。这也是一个投资10倍股的另外一个金钱以外的好处。那你说了那么多10倍股，现在是买10倍股的好时机吗？那我觉得，如果你知道什么时候是买10倍股最好的时间的话，可能同样的问题就是下一个lotteries 开的号码是多少？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去买就发达了。其实事先是不知道的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要事先的做好准备，当机会出现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就能知道，这只就10倍股了，现在这个价位买就是一个好的入场的时间点了。这里有500块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什么时候你在马路上能找到这500块美金？但是你做好准备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在马路上看到500块美金哦，那你就可能捡到了。所以10倍股的出现背后有一系列的事先的准备，让出现的时候你看到了，你就能去把握。比如说2022年12月30号，富途股价1天内掉了35%，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机会去买入。事先我有做富途的研究，我知道它发生的事情对它是完全没有影响的，所以它股价1天内跌了30%多，这就是我的一个机会，这就是我在地上找到钱的时候，我马上把握到了。但是你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，充分的了解这家公司的话，你会随着外边的大众一起去恐惧，一起去恐慌的抛售，反而在那个时候走掉了。我怎么知道2022年12月30号富途股价会跌35%？我怎么知道2022年的2月份的时候，药明生物的股价因为一个市场错杀跌了50%左右？不知道的事先。整体来说，经过了2022年的股价的调整，现在的股价普遍是跌下来了。在一个分母比较小的时候，一个好的公司未来的增长相对一个小的分母，它未来的增长的百分比相对是更好了。但你错过了今年，那怎么办呢？明年还有更好的，后年还有更好的，我永远都是一个好的时间。什么时候是买股票最好的时间？学习之后。没有学习千万不要买股票，那是会输钱的。学习了之后，什么时候买股票？每天都有机会出现，看你能不能看懂机会，把握到机会。所以是越早学习，越早能够有机会去把握到每天股票市场出现的机会。能不能在你一辈子当中找到10倍股，最关键的几样东西，我觉得今天就能够改变你的一生的，就是第一个，你要相信你能够找到10倍股，并且获利得益。第二个，10倍股是需要学习的，你要下决心去学习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没有掉下来的馅饼，但是10倍股你学到了之后是不断的会出现。第三个 make it fun， 变成一个乐趣，好玩，这样的话你就会不断的去钻研，最后你会发现赚到钱只是一个 bonus。 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视野看大了，格局提升了，然后你整个人还是成长了，你又 along the way 享受了这个过程，到最后赚到10倍只是个锦上添花。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，也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。